作为波斯湾的守门人，拥有中东最大的导弹库，这为什么还在开着50年前的古董战斗机？明明被严厉制裁了40年，连修飞机的螺丝钉都难买，却依旧能在美军的眼皮子底下把影响力扩散到大半个中东。这就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它的导弹和无人机铺天盖地，看起来像个不可一世的区域霸主；另一方面，一旦真的开打，它的防空系统和正规部队表现的却又像是个步履蹒跚的老人。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曾经号称世界第5大军事强国的波斯帝国，到底是遭了什么罪，才把一副王炸好牌打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而在德黑兰，为什么会有2支互不同属，甚至互相提防的军队同时存在？在这套看起来极其内耗的2元体制背后，伊朗人究竟准备了一套什么样的副本，来应对可能到来的灭顶之灾？今天咱们就抛开地缘政治的口水仗，纯粹从军事的角度来扒一扒这支让人既头疼又无奈的伊朗军队。要看懂现在的伊朗军队，咱们得先坐上时光机，回到上世纪70年代，去看看那时的伊朗是个什么光景。当时的伊朗还不是现在的伊斯兰共和国，而是巴列维王朝。那时候的伊朗军队可不是现在这种靠魔改和山寨过日子的形象，那可是正儿八经的中东宪兵，更是美国人在海湾地区最亲密的铁杆盟友。关系有多铁？这么说吧，当时美军手里最先进的家伙，只要伊朗人开口，基本都能买到。甚至连美国人自己还没装备的，伊朗人只要有钱也能先拿去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名鼎鼎的 F-14熊猫战斗机。看过《壮志凌云》的朋友都知道，这玩意儿在当年那就是空战里的外星科技，能同时跟踪24个目标，并攻击其中的6个。在那个年代，除了美国海军自己，全世界只有伊朗空军拿到了这款神器。伊朗当时一口气买下了79架，而且钱给的那叫一个痛快，直接挽救了当时快要破产的格鲁曼公司。不仅是飞机，那时候的伊朗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气垫船舰队，陆军开的是最先进的酋长式坦克。巴列维国王甚至已经付了定金，准备买几百架 F-16。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在几年之内把伊朗军队打造成仅次于美、苏、中英的世界第5大军事强国。那个时候的伊朗飞行员那是真的天之骄子，在美国受训，说着流利的英语，住着带泳池的别墅。可以说，当时的伊朗军队除了军装上的国旗不一样，里里外外那就是一支中东版的美军。但历史这东西最喜欢跟人开玩笑了。197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伊斯兰革命把这一切都给打破了。国王跑路了，教士们掌权了。这一夜之间，原本亲密无间的盟友瞬间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对于伊朗军队来说，灾难才刚刚开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关键转折点——大清洗。新上台的革命政权看着这支装备精良的皇家军队，怎么看怎么别扭。毕竟这帮人可是国王一手带出来的，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哪天开着坦克把革命果实给碾碎了。于是一场针对军队高层的清洗开始了。数以千计的将军、校官、飞行员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流亡海外。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军队的大脑被切除了一半。那些懂指挥、懂后勤、懂技术的精英一夜之间全没了，剩下的大多是些虽然忠诚但缺乏经验的中下层军官。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伊朗军队内部大换血乱成一锅粥的时候，隔壁的萨达姆一看，机会来了，这波斯人现在正虚着呢，那我不得趁机捞一把。于是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爆发了。这场仗打得那叫一个惨烈，伊朗军队别说当什么世界第5了，就连保家卫国都显得捉襟见肘。更要命的是，美国人的制裁来了。以前是想要什么买什么，现在是一颗螺丝钉都买不到。那些昂贵的 F-14 战斗机虽然还在，但打下一架少一架，坏一个零件就趴窝一架。伊朗的工程师们没办法，只能被逼着学会了拆东墙补西墙，甚至不得不去全球黑市上高价淘换那些不知真假的零件。从那时候起，伊朗军队就被迫点亮了一个非常无奈的技能树：逆向工程和魔改续命。咱们来盘点一下现在伊朗空军的家底，你就知道有多心酸了。整个伊朗空军名义上有300多架作战飞机，但这其中能飞的、具备实战能力的，可能还要打个对折。最精锐的 F-14 熊猫目前主要部署在伊斯法罕的第8战术空军基地，虽然名册上还有几十架，但根据外界估算，真正能挂弹起飞作战的可能只有20到25架。而且这已经是伊朗工程师用 3D 打印零件拼命续命的结果了。除了熊猫，在哈马丹的第3基地和阿巴斯的第9基地还趴着大概60架 F-4 鬼怪。这种越战时期的老爷爷居然还是伊朗对地攻击的主力。
至于稍微新一点的，也就是几十架米格29，主要部署在首都德黑兰附近的第一基地，负责拱卫首都，外加苏24这种战术轰炸机，这就是伊朗空军的全部家当。如果是放在50年前，这阵容确实豪华，但放在今天，面对周边的 F-35 和 F-15，这哪里是空军，这简直就是一座活着的飞行博物馆。所以当我们今天嘲笑伊朗空军装备落后时，其实要明白，这并不是他们不想更新换代，而是一个曾经的土豪在被冻结了银行卡又被拆了豪宅之后，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垃圾堆里重新组装出一套能用的家当。这种从云端跌落泥潭的经历也直接决定了伊朗后来的军事战略。既然正规的高精尖玩不起了，那咱们就换个玩法。这就引出了伊朗军队最让人看不懂的第二个特征，双重体制。如果说装备落后是缺钱和制裁闹的，那伊朗军队的组织架构就纯粹是自己作出来的，或者是说是被吓出来的。在正常的国家，军队只有一支，海陆空三军各司其职，听国防部的就完事儿了。但是呢，在伊朗情况完全不同，在德黑兰的指挥大厅里坐着两拨完全不同的人，一波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我们一般称之为正规军，另一波叫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两拨人都有自己的陆军，都有自己的海军，甚至都有自己的空军和情报系统。这就像是一个公司里有2个市场部，2个销售部，而且这2个部门的老大平时呢还不太对付。这不仅是在现代军事史上罕见，简直就是强迫症患者的噩梦。为什么要花2份钱养2支功能重叠的军队？这不多余吗？其实这一点都不多余，这恰恰是伊朗政权生存的终极保险。咱们前面说了，1979年革命的时候，那支正规军虽然经过了清洗，但他骨子里毕竟还留着前朝的血液，而且它是国家化的军队，它的天职是保卫领土完整。对于新上台的教师阶层来说，这支军队虽然能用，但怎么看都觉得不放心。万一哪天这帮职业军人嫌我们这些念经的教士太啰嗦，搞个政变怎么办？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必须得有一支绝对忠诚于教义、忠诚于最高领袖的武装力量来制衡正规军。于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这样诞生了。按照伊朗宪法的规定，正规军的任务是保卫伊朗的边境和领土，而革命卫队的任务是保卫伊斯兰革命的成果。听出区别了吗？一个守国，一个守权。革命卫队说白了就是一套带导弹、带坦克甚至带军舰的超级宪兵队。这种双头鹰的结构虽然在政治上安全了，但在军事上那叫一个灾难。首先就是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公，虽然正规军人数多，大概有35万到40万人，但他们就像是后妈养的孩子，干最苦的活，拿最少的钱。咱们来看看正规陆军的配置，你就知道有多寒酸。伊朗的正规陆军主要部署在西部和西南边境，比如胡奇斯坦省，防卫着伊拉克方向。他们名义上拥有大概1500辆坦克，但主力是什么呢？是大概480辆 T72S， 剩下的全是 M60A1、酋长式这些老古董。虽然伊朗人搞了个国产的卡拉尔坦克，号称是伊朗版 T90， 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就是给老 T72 换了个装。这种钢铁洪流如果是打治安战还行，如果真要面对现代化的反坦克导弹，基本就是移动的靶子。不仅是陆军，海军的分裂更离谱，伊朗甚至把海域都分了家。正规海军主要驻扎在阿巴斯港和恰赫巴哈尔港，负责阿曼湾和印度洋方向的深蓝水域。他们手里最值钱的宝贝是3艘俄制的基洛级潜艇，这大概是伊朗唯3能拿得出手的静音杀手。剩下的也就是几艘不到2000吨的贾马兰级驱逐舰，吨位还不如人家海警船大。而真正的战略咽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却完全交给了革命卫队海军。卫队海军没有大船，他们搞的是群狼战术，手里捏着上千艘装了导弹和机枪的快艇，比如阿舒拉级、塔格赫级，就赌你大军舰不敢进窄海峡。更夸张的是，革命卫队不仅仅是一支军队，它还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根据最新的情报评估，伊朗名义上的军费预算大概只有100多亿美元，但实际上革命卫队手里掌握着大量的石油出口配额，甚至拥有自己的港口和船队。他们可以直接在公海卖油，赚来的钱不需要经过财政部，直接就能拿来去买零件、造导弹，或者是资助海外的小兄弟。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北约怎么制裁，革命卫队的兜里总是能掏出新玩意儿的原因。当然，这种双重体制在打仗的时候也是个大麻烦。在很多次联合演习中，人们惊讶地发现，伊朗正规军和革命卫队的通讯频道竟然是兼容的。演习中甚至出现过正规军的雷达把革命卫队的无人机当成敌机给锁定的乌龙事件。这就好比你在玩即时战略游戏，但你的陆军和空军分别是2个玩家控制，而且这2个玩家之间还不能直接语音聊天，这仗还怎么打？但是伊朗的高层似乎并不在意这个，在他们看来，效率低一点没关系，内耗大一点也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只要这两支军队互相盯着，谁也别想一家独大，那政权的屁股底下就是稳当的。这种独特的生存逻辑也导致了伊朗在面对现代战争时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既然我的常规部队装备太差，打不过美国人，而我的革命卫队又要忙着搞钱和防内鬼，那我们靠什么来威慑敌人呢？这就逼着伊朗人把技能点全点在了一些看起来很不讲武德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非对称作战体系。既然正规的空军已经变成了博物馆， F-14 再怎么修也打不过 F-35， 那伊朗人是怎么解决把炸弹扔到敌人头顶这个问题的呢？他们的答案很简单，甚至有点简单粗暴。既然飞机飞不过去，那我就直接把炸弹射过去。这就是伊朗军事力量的第三个特征，中东最庞大的导弹库。对于伊朗来说，弹道导弹就是他们穷人的战略空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伊朗人几乎把自己能搞到的所有资源都砸进了导弹研发里。从最早仿制苏联的飞毛腿，到后来自己捣鼓出的流星系列，再到如今让北约都觉得头疼的法塔赫高超音速导弹，伊朗硬是在这块被封锁的土地上把导弹玩出了花。这些宝贝疙瘩被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藏在全国各地的深山地，比如在大不里士、科尔曼沙赫以及霍拉马巴德周边的地下基地，其中射程2000公里的沙什导弹和射程1700公里的伊马德导弹是他们手中的王牌。这意味着即使不出国门，他们也能覆盖中东全境。你可能会问，这些导弹准吗？技术先进吗？老实说，跟美俄的顶级货比起来，确实还有差距。但伊朗人的逻辑是，我不追求像手术刀一样精准，我追求的是量大管饱。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开战，当几千枚弹道导弹像下雨一样砸向对手的空军基地时，哪怕你的防空系统拦截率高达 90%， 剩下的那 10% 也足够把你的跑道炸成月球表面。这种战术在军事上叫饱和攻击，说白了就是用绝对的数量淹没你的技术优势。但这还不是最让北约头疼的，真正改变了中东游戏规则的是这几年异军突起的另一样东西——自杀式无人机。大家应该都听过沙赫德136，也就是那个被戏称为飞行小摩托的家伙。这玩意儿简直就是伊朗不对称战术的巅峰之作，它的造价低到令人发指，据说只要2万多美元，也就是一辆家用轿车的钱。它用的是民用 GPS 芯片，发动机是割草机或者摩托车上拆下来的，甚至连外壳都是简单的复合材料。但这玩意儿一旦成群结队飞起来，那就是防空系统的噩梦。你想想看，你的一枚爱国者导弹，甚至是铁穹拦截弹，那一发得多少钱？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用这么贵的导弹去打一架2万美元的塑料飞机，这本身就是一场必输的经济账。而且伊朗人通过这种白菜化的无人机实现了一个惊人的战略目标，它让那些没有空军的武装组织，比如胡塞武装、真主党，一夜之间拥有了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这是为什么即使伊朗的正规军不出门，它的影响力依然能辐射到几千公里之外的原因。因为它输出的不仅仅是武器，更是一整套让弱者也能咬疼强者的战争逻辑。看到这里，肯定有朋友会问，既然伊朗有这么多导弹，那如果美国或者是其他强国真的下定决心搞一次针对伊拉克那样的斩首行动，或者像针对委内瑞拉那样派出特种部队突袭德黑兰，伊朗能扛得住吗？毕竟再多的导弹，如果发射架在第一波空袭里就被炸了，那也是一堆废铁呀。伊朗人当然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给出的答案是挖洞。如果你看过伊朗官方公布的视频，你会被震撼到。在扎格罗斯山脉的深处，在地下500米的岩层之下，伊朗人挖出了一个个巨大的地下导弹城市。这些地下基地不仅能储存导弹，还能在里面完成组装、加入燃料，甚至直接发射。有些基地的规模之大，甚至能让装载导弹的重型卡车在里面双向行驶。这是一种极端的生存智慧。伊朗人很清楚，地面的防空网再密也挡不住隐身战机的突防，但厚达几百米的花岗岩却是最可靠的盾牌。除非你动用战术核武器，或者是巨型的钻地弹，否则这些深埋地下的毒刺永远都不可能在下一秒破土而出。除了硬件上的挖洞，在软件上，也就是指挥体系上，伊朗人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这就不得不提他们那套非常有名的马赛克防御理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全国划分成31个独立的防御区，每个省就是一个独立的马赛克。在这套体系下，每个省的革命卫队指挥官手里都有独立的资源，有自己的导弹、自己的无人机，甚至有独立的后勤补给线。这套设计的核心逻辑是去中心化。假设有一天德黑兰被占领了，甚至最高领袖和总司令部都在第一波打击中失联了，这支军队会崩溃吗？不会。按照马赛克防御的预案，一旦中央指挥中断，各省的指挥官立刻自动获得最高指挥权，他们不需要等待上级的命令，就可以独立发起反击。这就意味着，想要彻底征服伊朗，你不能只打赢一场首都攻坚战，你必须得打赢31场，甚至是300场分布在山地、城市、沙漠里的残酷游击战。
这就是伊朗为所有潜在的入侵者准备的最后剧本。就算你能砍掉我的头，我依然会对你产生威胁。好了，理论讲了一大堆，现在咱们来点实操的。假如现在的德黑兰指挥部接到了红色警报，一支拥有顶级隐身战机和超级航母编队的蓝军联军已经兵临城下，准备发动一场旨在瘫痪伊朗全境的外科手术式打击。面对这种无论是技术还是火力都碾压自己的对手，现在的伊朗军队应该拿出一套什么样的防御剧本，才能避免像当年的伊拉克那样被一波推平呢？基于他们现有的家底，我们给伊朗人推演了一套3步走的防御方案。第一步，静默与伪装。面对蓝军第一波铺天盖地的电子干扰和隐身突防，伊朗人如果这时候把雷达全部开机，那就是找死。因为在现代反辐射导弹面前，开机的雷达就像是黑夜里打着手电筒的靶子。所以最聪明的做法是全员静默，把那些老旧的俄制雷达全部关掉，把宝贵的防空系统，比如 S300、PM-U2 和国产的巴瓦尔373全部藏进扎格罗斯山脉的褶皱里，利用复杂的地形躲避第一波反雷达收割，让蓝军的战机在第一轮攻击中只能炸毁一些充气的假目标和废弃的掩体。记住，在这个阶段活下来就是胜利。第二步，防空游击战。等到蓝军的战机开始深入内陆，准备轰炸那些地下导弹城的时候，反击的机会就来了。伊朗虽然没有先进战机抢夺制空权，但他们手里有大量的便携式防空导弹和机动式的中程防空系统。这时候就得玩一出防空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求把蓝军的飞机全打下来，那不现实。只要能时不时的从山沟里窜出一枚导弹，逼着蓝军的轰炸机不敢降低高度，逼着他们的预警机不敢靠得太近，这就够了。这就叫存在式威慑。只要你的防空网没被彻底甚至清零，蓝军的地面部队就不敢轻易的发动大规模空降。这一招是为了拖延时间，把闪电战拖成消耗战。第三步，关门打狗。这也是这套防御方案里最狠的一招。就在蓝军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在内陆的防空压制上时，伊朗真正的杀手锏应该在海上下手，那就是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那上千艘不起眼的导弹快艇和微型潜艇，这时候就不应该去硬刚蓝军的驱逐舰，而是应该利用夜色在海峡最窄的地方疯狂布雷。智能水雷、反舰导弹加上自杀式无人艇，把这片几十公里宽的海域变成一片死亡禁区。这招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攻击的不是蓝军的军舰，而是全球能源的大动脉。一旦海峡被切断，全球油价飙升，蓝军背后的经济成本和政治压力就会像火山一样爆发。这才是伊朗这套防御体系的核心逻辑。我或许在战场上打不赢你，但我能让你在战场之外输得倾家荡产。这套看似有些无赖但又极度现实的生存哲学，其实正是理解这支军队的唯一钥匙。看懂了这套剧本，再回过头来审视今天这支伊朗军队的真实面貌，你就会发现它绝对不是什么精锐，甚至连现代化军队都算不上。它的空军是古董，它的陆军是摆设，它的指挥体系充满了内耗和猜忌。如果你单纯把它的装备数据拿出来跟中美俄比，它简直弱不禁风。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在特定的地缘环境里去看，你会发现这是一支高度特化、高度适应环境的防御型巨手。它放弃了那些昂贵且华而不实的常规军备，把有限的资源全部梭哈在了那些能让敌人痛不欲生的地方：导弹、无人机、地下基地、海峡封锁。它的战略目标从来不是去战胜敌人，或者是去征服谁，它的目标只有一个：生存。在如今这个变幻莫测的中东棋局里，这支看起来有些破旧，有些不着调，但手里握着核门槛和导弹按钮的军队，依然是那个谁都无法忽视的关键玩家。好了，关于伊朗军队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觉得如果真的爆发大规模冲突，这套不对称战法真的能挡住现代化的战争机器吗？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